Hello，大家好，我是阿乐，那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唠嗑，聊一下我前段时间跟新冠病毒的一次亲密接触吧。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在阿姆斯特丹核酸检测的一个流程。希望大家用不到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今天是9月30号的周三嘛，然后上周16号周三的时候呢，我和 Zoe 一起吃饭，然后我们那一周的天气都特别好，然后就去骑车。微信上他第二天跟我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头一天吃的毛血旺比较辣，他说好像喉咙头有点不舒服。我自己是没有感受，我说可能是因为骑车风比较大吹的吧，然后就没有在意。结果上周就我剪视频的时候，大概22号左右，然后他说他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的。我就说他什么时候去检测了我也不知道，然后莫名其妙就阳性了。当时在想说那肯定是我们一起的时候经历了什么东西，然后就中奖了。那我去做了检测之后呢，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是正常的阴性的，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但是就是也蛮奇怪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就是我和他都是一起吃中饭，一起吃晚饭，然后一起去了超市，而且他之前的检测结果呢也是正常的，然后就蛮莫名其妙的，就是他莫名其妙的就得了，我莫名其妙的就没有得。所以就觉得大家也还是要小心谨慎，然后因为现在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在关注这个新冠疫情了，好像就是事情过去了一样。但其实看那个数据的话，荷兰现在一天是3000例啊，大概跟刚爆发的时候3、4月份的时候差不多了。那周一的时候，这周一也是首相有发布了对于娱乐啊、餐馆啊、商场啊这些一些新的举措吧。因为为了防止它一天升到5000例那么夸张，像重灾区的阿姆斯特丹、海牙和鹿特丹的话，这3个地区是建议商店给员工佩戴口罩，然后进入商店的顾客呢也要戴口罩。这个他就是建议，他也没有说强制。新闻呢是说这个政策出来10到15天呢，那个每日的确诊数量呢会有所缓解。那如果一旦还没有缓解，增长到每日5000例的话呢，会有更严重的政策出台，可能也会跟之前一样，就是商店都关门这样子，不可以营业。大家也都还是要小心。然后这次算是就是有点吸取到教训，接下来就肯定都待在家里，然后跟大家多分享分享居家生活，也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通常来说呢，是只有症状才可以检测，或者和确诊的患者有密切的接触。那像我们暂时没有什么症状，网上预约的话是约不了的，就只能打电话预约。但是医院那边是不会问的，所以只要能预约上就可以。那这个检测呢是免费的，然后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网上预约的话都有哪些问题。那这个是说 GGD 的这个冠状病毒的检测呢，只能知道检测的当时有没有感染，那之前有没有感染过，已经默默治愈的那种呢，它是检测不出来的。然后黄色的这段呢是说，如果高危人群，比如说老人啊、小孩或者一些其他疾病呢，就直接联系家庭医生，算是一个高危人群的紧急通道吧。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车。因为去检测的地点呢，它就不能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如果有车一族的话，会安排远一点的医院，那合理分配他们医院的资源，就把市中心的医院是留给像我们这种没有车的。那接下来他就会问你说能不能通过步行或者自行车出行的，那他会尽量安排距离比较近的医院。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这些可能的症状：发热。咳嗽，然后喉咙痛、呼吸困难或者胸闷，肌肉酸痛，这个为什么也是症状就搞不太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流鼻涕或者一些感冒的症状吧，还有就是嗅觉失灵，然后味觉失灵。那如果以上症状都没有的话，或者压根没有任何症状，那它是直接不能预约的，就算有密切接触的话也预约不了。所以回来的话，我是选了这个感冒。然后症状出现的时间，接下来的话就是有没有和已经确诊的患者有过密切的接触。那这个密切呢，就是说有在一起超过15分钟，
并且呢距离是小于 1.5 米的。接下来这个是工作情况，这个其实主要是为了甄别出那些从事服务行业的患者，那如果有症状的话，可能会需要通知那些有接触的顾客，因为我嘛就也没有出门工作，也不是志愿者，我就选 no 了。但像小刘这样子选 yes， 那作为程序员的话，在这些职业当中呢，也是选择其他职业就可以了，这些都是服务性的一些工作。然后其他职业的话，如果和同事有过密切的接触的话，也是需要标记出来。估计他之后会要求提供这种密切接触的人员的联系方式，估计会有就是工作人员去通知对方去做检测，就如果是确诊的话。那像我们之前去咖啡厅的话，也是要求要登记名字和电话的，就是如果有接触的话就会联系我们。然后到这里的话测试就做完了，就登录自己的 ID 账号的话，就选择时间和地点，那预约就成功了，会有一个短信的通知。那个检测的地方里面呢是不允许拍照的，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去检查的他的人呢也不少，就是每个人的话是10分钟左右的间隔。上楼了之后呢，就有一个玻璃房的窗口，就是工作人员是在那个里面的，然后你就是出示一下你的那个 ID 卡，这样子放在那给他看。本来那个邮件上是说要出示这个邮件或者短信的通知，就是证明你有预约了才去检查的。那实际上到那边的话，只登记了 ID， 他就直接从那个数据库里面拉了一条出来，然后打印出你的名字的信息，然后拿着这个条形码再去到下一个那个全副武装的人那边去做实际的检测。那检测呢，大家可能看到过一些网上的照片，然后就首先过去了之后呢，你要把鼻子里的液体清理干净，不明液体清理干净，然后他会拿一条这么长棉棒一样的东西，就是伸到你的喉咙里面去测一下，然后再次从鼻孔里面去，就是这样子伸进去，伸到这边称一下，就是摩擦了那个液体。这个是真的很3秒钟戳到顶，有点像戳穿你的头盖骨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发现在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也都不戴口罩的，就有一个扫地的清洁工，有些人去检查他也是不戴口罩的，就真的勇士敢于直面医院的病毒。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等短信或者邮件的通知告诉你有结果了，然后再登到这个网站上去查看。那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就是说，如果有以下3种情况的话，还是待在家里自我隔离10天。一个是和确诊的患者有接触的，也就是我本人，还有就是从不建议旅行的这种国家里面刚回来的，或者就是家里有成员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的，都居家隔离10天。那如果是阳性的话呢，他会单独再打电话给你说一些注意事项。然后我问了 Zoe 的话，也没有配什么药，就是跟他说症状出现后的8天就可以出门了。好，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了。如果有用的话，帮我点个赞，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如果你有补充的内容呢，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订阅。那我们下期见，拜拜。